俄军新战术惨遭失败，准备殊死一搏，在卢甘斯克地区集结上万士兵，试图占领博瓦罗。乌军该如何应对 ？F-16即将抵达且驻扎乌克兰，可打击试图越境的俄目标，甚至是俄本土。欧盟提出1977亿欧元的2025年预算，为乌克兰预留152亿欧元。海马斯升级版莱茵金属推出新型火箭炮 Gammas， 相当于双倍火力的海马斯。9月16日，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航空支援下对利普齐和沃夫昌斯克地区发动了6次袭击，但都以失败告终。到目前为止，哈尔科夫的战况已经进入焦灼状态。俄军不仅无法取得进一步突破，还在沃夫昌斯克郊外骨料厂白搭了400人。就火力军而言，如果没什么意外，俄罗斯会在这个地方偃旗息鼓，之后转向新的目标，也就是博瓦罗。目前，俄军已经在卢甘斯克地区集结了上万人，试图重复去年对博瓦罗的攻势。此次哈尔科夫战役，俄军为了加速进攻行动，采取了一种新战术，类似特种渗透。主要思想就是使用不超过5人的突击小组，通过多个地点渗透到乌军防线，并在乌军阵地内与其他小组合并成更大的部队。对于这种分散战术，俄罗斯高层认为非常好，可以让乌军抓不住俄军主力，从而疲于应对，或者说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不过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实际作战中，俄军各个小队被乌军逐个击破。在无人机的加持下，这些小股突击队的行动被乌军尽收眼底。此外，这样的战术需要部队具有高度协调性，而俄军士兵普遍训练不足，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就结果而言，俄军这次的渗透战术导致俄军人力物资的损失大幅度增加。战术上的失败，哈尔科夫战线的焦灼，迫使俄军需要另一条战线来缓解压力。有消息人士称，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集结了1万名士兵以及450台武器系统，其中包括200门火炮。此外，俄军还集结了大批雇佣军，包括风暴 V、黑曼巴、PMC 爱国者等等。为了维持秩序 ，BARS-14部队也抵达了卢甘斯克。其中，俄军正式编队隶属于第33集团军第144师与第20师，以及第236炮兵旅7个摩托化步兵团、2个坦克团和2个炮兵团，以坦克团为主体行进，雇佣兵则在周围吸引火力，目标就是重演去年的战略。首先进入纳迪亚、新叶霍利夫卡，然后就是进入佩尔绍特拉夫内和维切尔涅西纳，最终占领博瓦罗。对于俄军而言，博瓦罗的地理位置还是挺优越的，既可以作为后勤补给点，连接哈尔科夫与卢甘斯克。目前该地区由第3独立突击旅防守，双方的兵力差距很大。俄军在人员数量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并且使用了额外的部队。在过去的3周里，俄军一直在进行战前准备，侦察乌军防线的弱点，并对第3独立突击旅阵地发起攻击。俄军甚至每周都会定期补充数百名新兵，以强化部队。与去年相比，俄军指挥水平提升，并且还有大量执行突击任务的雇佣兵，局势不容乐观。不过到目前为止，俄军的突击战术并未取得更大突破，仅仅取得了轻微的战术胜利。6月19日，第3独立突击旅旅长罗迪昂·库德里亚绍夫表示，俄军在博瓦罗定居点地区取得了一定的地形优势。面对这种情况，乌军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俄军去年进攻博瓦罗时，因为乌军第68独立旅与第95独立特种航空旅营的增援，才避免了前线的失败。这次大概也是如此。目前乌军正在设法补充兵力，以应对俄军的进攻。就火力军而言，乌军最好的选择就是在确保领土、人员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尽可能消耗俄军。随着时间流逝，俄罗斯将难以维系。
当然，在前线激战的情况下，博瓦罗的未来如何还是未知。俄军试图在 F-16和其他援助抵乌之前，利用人力优势消耗乌军，并取得尽可能多的战果。对于俄军而言，一旦乌军获得了先进战机，自己成功的机会将大大降低。因此，俄罗斯军队指挥部正不惜一切代价增加作战行动的强度，并扩大作战地域，最大程度地消耗乌军有生力量，扰乱乌军预备队训练节奏，从而防止乌军发起主动进攻。只是俄军的目标注定无法实现。就当前的战况而言，俄军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乌东顿涅茨克进展缓慢，俄军突袭哈尔科夫，准备给乌东顿涅茨克创造条件。哈尔科夫打不赢，准备又开个战线给哈尔科夫解围。接下来博瓦罗的战线或许也会变成僵持态势。现在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F-16战机即将抵达乌克兰，可以攻击试图越境的俄目标，甚至是俄本土。6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供应给乌克兰的 F-16即将抵达，预计将部署在乌克兰领土上。此前，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航空兵负责人谢尔盖·戈卢布佐夫表示，部分飞机留在该国境外的空军基地，以免成为俄军的打击目标。不过，根据双边安全协议，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建立驻扎 F-16战机的能力。所以部署在乌克兰本土也没问题。同一天，丹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第19批援助计划，总额超过 1.7亿美元，包括 F-16战机设备。荷兰也已经拨款3亿欧元，给 F-16购买专用导弹、F-16、瑞典预警机、爱国者防空系统，将使乌克兰空军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这点没什么好说的。重点是美国已经授权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这不仅适用于哈尔科夫周边地区，也适用于边境以外。只要俄军试图从俄罗斯境内越过边境到达乌克兰，就会成为 F-16的打击目标。甚至说，如果俄罗斯飞机在俄罗斯领空准备与乌克兰领空的目标交战，那么乌克兰就可以使用美制武器将其击落。在援助方面，欧盟再次出手，为乌克兰提供152亿欧元的经济支持。6月19日，欧盟委员会提出2025年预算，其中包括为乌克兰准备的152亿欧元，该提案总额1997亿欧元，包括乌克兰基金下的43亿欧元贷款与109亿欧元贷款。不过说是贷款，实际上就是给乌克兰的赠款，到时间之后就直接免了。如果把原乌的资金算一下，乌克兰的资金压力其实并不大。欧盟之前的500亿欧元分为4年援助，平均每年125亿欧元，加上美国的610亿美元，计其贷款500亿美元。北约峰会讨论每年提供400亿欧元，以及各国独立援助，总体规模还是不小的。经济、军事援助进一步增强，加上乌军士兵的韧性，时间不在俄罗斯一方，而乌克兰战场的长期消耗将给俄罗斯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在本届欧洲防务展上，莱茵金属推出与洛马合作研发的火箭炮，火力相当于2辆海马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莱茵金属新型火箭炮 Garmas 就是海马斯的升级版。Garmas 是以洛马的海马斯为基础研发的，但底盘为莱茵金属 HX 系列的8×8战术卡车，可以同时配备2组多管火箭发射器，最多可同时装配12枚火箭弹。武器则与海马斯没什么区别，可以使用洛马的增程型制导火箭弹、陆战战术导弹以及精确打击导弹，未来也可以与更小的122毫米火箭弹或者陆基巡航导弹整合，从而提升火力弹性。据莱茵金属称，目前正在研制的新型导弹可以打击700公里外的目标。如果一切顺利，第一套 Garmas 系统可于明年年中交付。按照莱茵金属与洛马的计划， Garmas 将取代欧洲的 M270。 此外， Garmas 与海马斯 M270 之间的通用性很高，也很适合北约的集体防御模式。
根据德新社报道，6月19日，德国国防军与荷兰达门造船集团签署协议，追购2艘 F126型护卫舰。F126护卫舰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一个大字。根据德国海军提供的数据，该舰全长约160米，排水量高达1万多吨，极高的性能使其拥有出色的海上作战能力，即便是在结冰的冬季，也能够航行于北波罗的海。目前，德国已经累计接装6艘 F126护卫舰，第一艘将会在2028年下水，而此次订购的护卫舰将会于2033年和2034年下水。德国之所以迫切地想强化海军力量，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整体的武装力量。为此，德国还对军队内部进行了改革。早在北约成立75周年时，也就是2024年4月4日，柏林就已经发表讲话，要从上到下重新武装德军。于是，德国联邦国防军成立了第4个军种，重点负责收集各种互联网信息，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作战支援司令部。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明确表示，联邦国防军此举意在应对包括战争在内的紧急情况。根据法国媒体报道，2024年6月19日，比利时、匈牙利、爱沙尼亚等欧盟成员国正式确定了联合购买西北风导弹的计划，以此来增强其防空能力。西北风导弹别名为米斯特拉尔，是一款红外线制导便携式防空导弹。弹头重达3公斤，采用破片杀伤型战斗部，高爆炸药中还混有1850颗具有强大贯穿力的高密度钨合金小球，以霰弹形式杀伤目标，有效杀伤半径为3米，可以用来对付1200米以下低空飞行的战机。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就已经装备了100枚该导弹，对俄军起到了明显的震慑效果，而这些导弹全都是挪威送来的军事援助物资。两者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言而喻。西北风导弹凭借着优秀的作战性能，得到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青睐。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加入到合作计划中。据法媒报道，为了缓解乌克兰的压力，德国再一次向其提供了54门 RCH-155轮式自行榴弹炮。这款新式的榴弹炮只需要2名机组人员就能够实现全自动操纵，而且它的设计允许24小时连续作战，也就是说，只需要2个小组轮番上阵，就能够实现全天候作战，极大地缓解了乌克兰炮兵短缺的问题。其实，早在2022年9月，德国就已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签下了2.19亿欧元的合同。德国需要在2024年交付18门 RCH-155自行榴弹炮给乌克兰。到了2024年2月17日，德国承诺将会再次交付18门 RCH-155自行榴弹炮，以此来增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如今仅过去4个月，面对着紧张的俄乌关系，德国再一次选择了站队乌克兰，凸显了两国之间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由于俄罗斯目前的国际形势一片紧张，孤立无援之下，似乎只能破罐破摔。为了能够快速增强军事力量，他加大了许多战略性军事物资的研发速度和力度，尤其是在新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更是下了血本。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向记者表示，预计在2024年内，俄罗斯海军能够完成接装12艘舰艇和潜艇，并且要在波罗的海实现小型导弹舰的测试，其中还包含了波扎尔斯基大功号核潜艇。这艘核潜艇上可是配备着布拉瓦洲际导弹这一大杀器。尤其要注意的是，莫伊谢耶夫再三强调，第5代战略核潜艇的研发已经踏上了征程，在现有计划框架的安排下，或将于2030年代初入役俄罗斯海军。不得不说，战略核潜艇的威慑性还是相当有分量的，这也难怪莫伊谢耶夫会一而再地进行强调。现如今的俄罗斯核潜艇生产基地机器轰鸣，3万人轮班连轴转赶工，目的就是为了所谓的战略核潜艇赶紧下水。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20日报道，俄罗斯研究人员正在对已供应部队的新一代平板 A 火炮控制系统进行了新升级。据悉，这款新型的火炮控制系统能够显著提升轮式装甲的机动性，可以大幅度缩减炮兵分队的部署时间。它还能够与武装部队的无人机互动，在与无人机的配合下，能够实现自动化作战，并且调整火力，将为组织反炮兵作战提供更多机会。根据美国网站报道，6月4日，美国海军吸血鬼试验与评估中队近日被发现再次使用超级大黄蜂挂载 SM-6导弹的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为了增加美军的长程空战能力，显示出美军对持续研发长程空对空武器的决心。这项行动的执行和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长程交战武器项目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是为了开发出性能更强大的新一代长程空对空导弹，未来将被用来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博瓦罗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